你为什么总是在怀疑我、试探我？我觉得这样的生活特别不自在。咱俩都在一起1年多了，为什么连这点信任都没有？我因为过往的经历，在感情中很缺乏安全感。可你明知道这些，还要和前夫来往，这能怪我怀疑你吗？你说你挺大的人了，做事不靠谱，家里的事我操心，外面的事我还要操心。商量着买套房子吧，到现在也没个着落。我有我自己的梦想和情怀，你不支持我也就算了，还总打击我。如果你真的这么看不起我，咱俩也没有必要再走下去了。有请这对情侣，有请。张先生43岁，来自河北，司机，有请张先生，有请。董女士47岁，来自河北，售后服务，有请董女士，有请。欢迎两位哈，这个人近中年，又有了一段恋爱，先恭喜你们哈。这是经人介绍认识的，对吧？对，啊，谈了1年多1年7个月。呵，这记得很清楚。来吧，说说吧，发生了什么？主要是他对我的意见太多了。他吧总是怀疑我在别人面前老是那个显摆吹嘘自己，所以说我这心里老是咱一件事儿一件事儿慢慢说。您是怎么觉得他不信任您的呢？就是有一次吧，我们那个下班途中吧，他居然跟踪我，还让我的同事发现了。他这样，我同事会怎么看我呀？你说他把我当成什么人了？问题是我要声明一下，我根本就不是跟踪，因为我是坐网约车的，下班时间根本就不是固定，我每天就是正常接送他。突然之间就是那段时间告诉我，这段时间你不用接送我了，我心里就一直很不舒服，因为他跟他的初恋情人是在一个单位上班的，平常的时候老是时不时的打个电话呀，发个微信呢，感觉我有点接受不了。而且比如说他们正在聊天，我从他身边过，他会故意去厨房、去卫生间、去客厅，故意躲开我，而且他还删过他们的聊天记录。那是为了清除我手机的内存。我就是聊聊天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我就不相信清理内存就差那1句话，差那2句话，我不太相信。就是你多疑，老是怀疑人。他除了这个怀疑您，还管您什么呀？还有就是他还干涉我穿衣服，我出去了跟人家聚会吧，单位的同事，你说我为什么不能打扮得好一点呢？你穿衣服我没有阻止过你，你爱美我也可以理解，但是我认为你应该注意一下场合，你去的是什么场合，你适合穿什么衣服，你一点都不注重说是周围的环境。他就是喜欢让我穿得土里土气的出去。并不是土里土气的，别人穿牛仔裤穿 T 恤，我感觉挺好的。那人家聚会不能穿裙子吗？我非得穿着牛仔裤 T 恤出去啊。问题是主要是以你现在的身材已经不适合穿那些衣服了。可是我就喜欢穿裙子呀。人家别人是穿一条裙子，而您却是，我都不好意思说，您是套一条裙子。最可30分钟。气的就是他居然让我在那什么里边穿成那种样子，你说你不觉得丢脸吗？我穿的那么土里土气的。那我朋友老婆就穿牛仔裤、蜡笔小新的 T 恤，怎么了？明白，就是交往当中您不太信任他哈。刚才您还说他喜欢吹牛是吧？他在那个朋友跟前吧，老说他那个。我就是喜欢说一些以前我自己的经历，我什么都没有说过。他说他小时候出去那个什么流浪啊，反复的说一次又一次的，听得我都腻了。嗨，他不就是跟别人讲讲童年经历吗？你怎么说的是？那刚一开始咱们认识的时候，你是很喜欢听我讲经历的。什么事不能来回来去的说呀？先生，你什么样的经历啊？跟我们讲讲，我们没听过。因为我是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，15岁的时候上学，然后由于喜欢拧那个同学的那个自行车上面的铃铛盖，拧了好多，然后回家我父亲就把我打了，然后我就一狠心一咬牙一跺脚，我就离家出走了，整2年多的时间吧。我认为这些经历就是很正常。再说那时候我也跟他讲过，后来以后再跟他讲的时候，我感觉他感觉就没有以前那种感觉了。他总说我吹牛，那什么话来回来去总说都会挺腻的。他这段话是不是得什么人都说？对呀，就该人家吹牛嘛，他什么经历啊，大起大落的做过生意，哎呦，真是他像那样的人吗？行，听懂了。童年不幸，然后还这个自己的人生经历里面还大起大落，是吧？
曾经很有钱，现在败落了，是不是这意思啊？也不是很有钱，但是我就是曾经有过钱。对，曾经有过婚姻的人在一起，那总有孩子之间是一个问题，对吧？对呀。你们交往的时候，孩子是问题吗？哎，你要一说，我想起来，我的孩子跟前夫在一起生活，我要不定期的去看，我要一去看孩子了，他就生气撂脸的。而且还要跟我一起去看孩子。你说我去看孩子，他去看了。孩子会怎么看呢？你是谁呀？我只是说是送你去。再说了，你自己去，你打车也要花8块钱吗？我就当一司机了。那合适吗？那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我又不上去，我就在楼下面。孩子又不认识你，你让孩子会怎么觉得这是谁呀？人家这事就说不通。对。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，你去可以，因为你现在是跟我生活，你要注意去的频率，周一去，周二去，周三您还去。那我算什么呀？那您就直接回去过不就得了吗？那今天还有你什么事儿啊？你就是瞎猜疑，没有自信心。那你有孩子吗？有。怎么样？他的孩子和我们生活在一起。男孩女孩？男孩。关系怎么样？他那个孩子吧，有一次就是说他没时间嘛，要开家长会，他就让我帮他去开。我开完了回来，他孩子就撂脸的，就不高兴。那你说我儿子为什么不高兴？去参加家长会，你应该注意一下你的举止、你的行为、你的穿着。我很难接受，就是说，我不就是穿个吊带吗？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是我们认识这么长时间穿的最多的一次。这平常都穿什么呀？哎呀，夏天了，那天气热，我不能穿个吊带啊，我底下穿个裙子。他说我裙子太短了，这个确实不太适合穿个吊带去。等于他跟你儿子关系也不太好，是吧？对，不是很好。你们现在住在哪儿啊？我以前做生意，后来是生意不太好做，然后我朋友就说反正生意也不太好做，你就先退出去吧。然后你的投资呢，就算是我借你的钱。然后呢，就是说，暂时现在还没有买房子。我们在一起1年多了，我说买房子吧，他老是答应着。他说他的钱在朋友那儿呢，等朋友借去了，朋友那儿呢，朋友还了才能付首付可以。可到现在也没有动静啊。因为我朋友从小就一起就长大，一直到现在，就是前段时间他父母刚做完手术，确实没有钱，而且我对他特别了解，他现在这种情况特别难，我都不好意思去要。现在没办法，后来我们就租了一个房子。租的。从租房子开始到装修，哎呦，什么都是我在张罗，甚至连装修师傅的烟呐、水呀，都是我在给张罗着，他什么都不管。那房子是不是你来住？我们2个的事啊。对呀，那由于我的工作原因，我每天都是在北京坐那个网约车，我不可能说是给我打一个电话，哎，师傅您买点胶带吧。那我从北京回廊坊，我来买胶带。你在家，你该付出的时候，你必须要付出。我没有时间，你必须去做。我就是应该必须做吗？你挣钱，我也挣钱去啊。听他说的都是借口，还光会说。那为什么你不说一下你的父母？你的父母是怎么说我的？你还好意思说呢？我为什么不好意思说？我的父母本来就不希望我们2个在一起。还有一次，我和我父母打电话，他就当着我父母面，他就说他们的不是。有你这样的人吗？我只是说他的父母上年纪了，头脑可能会有点落后，跟不上现在的潮流，跟不上现在的想法。那有一次我妹妹过来了，你还当着我妹妹的面说他不是。你妹妹肯定是跟你们是一条战线的呀。那他回去会告诉我的父母啊。因为什么事儿要说你父母啊？主要就是他父母不同意我们2人在一起，说我人品不好，没有前途，没有理想。他父母根本就没有见过我。那你是吗？什么都没有。他们都没有见过我，他们怎么知道我没有理想？你起码你有什么？你起码要见我一次，就有个嘴，对不对？那您现在有理想吗？我最大的理想就是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面馆。喜欢吃面还是面做得好啊？我喜欢吃面，然后在一次吃面的时候，然后认识了我的师傅，特别投脾气。然后我师傅就跟我说，他说你天天跑网约车也没有前途啊。我说那我能做什么呀？他说要不你跟我学那个做面吧，这不挺好吗？我就学了3个多月嘛。有理想。那你有本钱做生意吗？他每天晚上去的商业中心人多的地方，他就去瞎转悠，还说人们你看这个店面肯定开不长，没1个月都倒闭了。
你看看现在人家还开的好好的呢，因为你根本你就不懂。说的什么话这是？你晚上去遛弯为什么不带着我？你为什么不让我陪你懂什么叫成本？什么叫利润？什么叫客流量吗？那就是上那儿去看美女了吧？哎呀，互不信任。我凌晨5点半开车去接我师傅，接完了我师傅以后，那有一家店是刚开业的，生意特别好。然后我跟我师傅6点钟，我们两人就在门口蹲着，看看会进去多少人，出来多少人。然后8点钟的时候，我们再进去吃一次面，看看一个人平均消费是多少。总而言之，您觉得我就是为了看个市场。他总说我出去看美女。哦，行。听明白了，这次听我们集中一下火力啊，看看您是觉得他不相信你，他管束你是吧？啊，这是在情感上面觉得差点意思，但是好像你也不太相信他。他有的时候就是做事没脑子。我想说明的是，其实双方都挺在乎对方的，因为在乎在意，所以才在这个问题上比较计较。第二个层面的问题，好像双方在处理对方孩子问题上都处理的不是特别好，是吧？对。第三个是对于未来家庭的这个共同打算，我看你们有巨大的分歧，是买房子啊，是开面馆啊，还是干别的，对吧？做生意吧，想让我去娘家给他借钱，你就这么不靠谱，我能去给你借钱做生意吗？那为什么你妹妹就可以从那儿拿钱？回来了他又不甘心，回来家就是说什么，他有梦想，你有什么梦想啊？因为我小时候想买的第一辆车就是奥拓，等我后来有那个能力去买的时候，结果那个奥拓就已经停产了。谁有钱不买个好车还买奥拓？我喜欢，那是我的梦想。你不懂，你永远不懂什么叫情怀。你就是有毛病。这也是现在不能够达成共识的，是吧？他觉得他是一个有理想、有情怀的人，你觉得他是脑子有病，是吧？对。那您今天来的核心目的主要是干嘛呢？主要就是说想让他别是老是吹牛说大话，做事要靠谱一点儿。你想让他做什么事儿呢？咱具体点儿，是说买房，还是开面馆，还是把您娶回家？您把具体要求提出来。我就是想让我的父母也满意他，踏实一点做事，别太说到哪儿不做到哪儿嘛。怎么着就能让你父母满意了？你父母开过条件吗？他也和我父母说过。我那时候就是答应啊，就是我以那个最快的时间要买一套房子，就一直都没有做到。他就是希望我每天都能回来陪他一起去买个菜啊，逛个街。但是我由于我的职业的关系，我很难做到。还有就是说，那你有时间出去陪朋友吃饭，家里边的那个开销都是我在支出。他出去吃一次饭就花好多钱，从来他就不会为家里着想。我4个人花270块钱去撸串，我感觉不多。而且以我现在这个年龄，我认为花几百块钱跟朋友坐在一起，并不是单独的吃饭，而是维护友情。什么你的朋友？你在你朋友面前怎么说我呀？他说我又长得胖，又穿衣服不好看，穿一件裙子要30分钟套进去。本来就是那么回事。你这什么话呀？这是说的，人家都是夸老婆漂亮，你给你自己争面子。问题是男人之间沟通交流有男人之间的方式。你长得再漂亮，我不可能跟我的朋友吹嘘，哎，哥们儿看见没有，我媳妇儿最漂亮的，那可能吗？我只能说你的缺点。那你还说我跟别的人出去吃饭看电影？这是男人之间交流方式。你有这么诽谤我的吗？只能说你理解不了。两位，你们要干嘛呀？今天我就是心里边觉得挺委屈的。我真觉得散了得了，又不给家里钱，对孩子也不好，对你也不相信，父母又觉得他不着道，何必要这种人呢？还是喜欢是吧？是吧？所以老师们，你们看看怎么办吧。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听起来对对方都是
山大老师，你们俩觉得你们俩现在适合结婚吗？我觉得条件不成熟。您呢，先生？我感觉这1年多的时间就应该是处于磨合期，磨合好的话，也许可以结婚；如果磨合不好的话，那就肯定结不了。我觉得你俩磨合不好，我也觉得不适合。为什么大家都说第2次选择婚姻一定要慎重再慎重，甚至说第2次选择婚姻可能会面临的磨合期还有阻碍会更多？因为已经都经历过一次婚姻，都知道水深火热是什么情况，再加上各自都有自己的曾经的家庭成员，怎么处理这些人的关系？现在2个人再在一起生活，又有你的孩子在，而且你也表述你的孩子和他的关系又不好。然后我有没有听到您为了改善和孩子的关系做出什么样的努力？就是您有没有想好怎么去当这个继母？然后呢，您也没有想好以后怎么处理女士要回到前夫那儿看孩子。你不能说限制一个妈1周，我就告诉你，你只能看1天。那她是妈呀，她想孩子怎么办呢？你有没有想到什么解决方法？就比如说，能够满足她想思念孩子就能见到孩子的这个心理，又能够让您觉得心里舒服一些，你不是回去见你的前夫。所以这些问题，你们出现问题就扔在那儿，然后就吵，吵完以后也没有解决的办法，然后就说我觉得磨合1年可以结婚了。哪儿到哪儿啊？现在还说房子的问题呢。就你俩现在手上这一团麻，都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然后2个人想的是上面的事儿，这个地基都没有打牢，就不要再想盖房子的问题了。还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您对于先生的要求是什么？你看不起他，很明显，你觉得他吹牛不踏实、不靠谱，说他买奥拓的这个事儿。那我问你，如果他今天要是一个有上亿资产的人，他买一个15年的奥拓，你怎么说？问题是我买那奥拓才花了2000块钱。您别说2000块钱的事儿，我是帮您遮这个事儿呢。但是我感觉好像也有情怀在里面。是有情怀，有情怀。但是我是说他的想法是什么？就是如果您要是真的是你有那个经济实力，他的意思是你现在连房子都没跟我有呢，然后你花那个钱去买奥拓，你去满足你的情怀，那我呢？就是你的情怀、你的梦想，所有东西全排在我之前。他在意的是这个，他不是在意你的情怀。就是这个事情很简单，也很清楚，你们2个人都这么犹豫。那既然这么犹豫的话，就不要再想结婚的问题，你们就先把眼前这些问题处理清楚，想明白了，理顺了，然后再去往下走，再去谈下一步。一个嫌对方胖，一个嫌对方不靠谱，爱吹牛。你说你们俩满眼都是对方的缺点，还有一大堆的问题所狭窄在这儿，怎么往下走？怎么结婚？我想想都替你们头疼。你们2个人自己想吧。谢谢。谢谢山大老师。来，舒淇老师。说了理想，说了梦想，我问一下人生计划。再跑1年网约车，然后交个首付，买个房子，然后如果可以的话，就结婚，对，是吧？我问您一下，您未来人生计划是什么呀？我没想那么长远，我就觉得他先踏踏实实的好好挣钱。其实你们2个人没啥太大的问题，就是你们着眼点不同，所以思考维度不同。你们2个人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？你们没有获得共识，就是你其实不知道他现在的眼睛看到的地方在什么地方，他也不知道你的眼睛看到的地方在什么地方。你们各自看不同的东西的时候，你们就没有办法就你们将来的、未来的明年、后年这个人生计划进行一个共识结合，就很简单。你刚才说你的人生计划，好，我开1年网约车不开了，然后我攒个首付买房。请问你再开1年网约车，你就能攒到首付了吗？你攒到了首付，你的面馆还开不开啊？其实如果他要是稍微支持我一些，那你看这就不对了，或者说能够理解，这就不对了，这就达不成共识了。你创业是可以，你要实现理想是可以的，你要买房要娶人家是可以的，不能建立在让他去他娘家拿钱的基础上啊，兄弟。我感觉，因为他妹妹，你不要你感觉没有那么多顺理成章的，没有那么多顺理成章的，他们家再有钱，凭什么给你钱啊？凭什么要来实现你的理想啊？什么叫踏实？我就告诉你这一句话，踏实是我自己能做到什么，这叫踏实。踏实不是来自于你能给我什么我就能做到什么，那不叫踏实，那叫投靠。
你要投靠人家，就要摆出一副投靠的样子、投靠的姿态来嘛。你要投靠人家，你就不要提你那个情怀嘛。那2000块钱当然不给你花了，为什么？你要投靠人家。所以兄弟，还是那句话，你要开面馆，我觉得你的一步一步靠谱可以。你要情怀，2000块钱不多。你要存钱买房，你开网约车是可以实现的。问题就在于，您得选一样啊，选那一样才是您能自己做到的。所以，踏踏实实的做自己能做到的。5年的人生计划，做一件事情，就这样。谢谢陆琪老师，米娜老师。你们俩肯定不适合现阶段结婚，因为现阶段对于我们的董女士消耗最大。你不但需要给她可能负担了很多费用，是吧？对，而且还要替她照顾孩子。对，家里的支出都是我在做。她可以在这个时候找到了一个好的帮手，因为一个男人照顾孩子再仔细再体贴，毕竟还是有限的。更何况他还要开网约车，还要挣钱，所以他得要家里无后顾之忧。找你就是看中你能照顾孩子，你是个妈。他欣赏你吗？不欣赏你穿衣风格，认为你年纪也到了，身材也到了，不是一个可以打扮卖俏的时候了。最好就在家本本分分的，能够开好每一场家长会，能够做好每一顿饭，然后让他踏踏实实回来，在家里放心就行。不需要你花枝招展，不需要你给他增加什么额外的自信心。所以你只要跟他继续下去，你所期待的日子就不会发生。他可能能够实现梦想开面馆，他可能能够实现梦想挣到钱，他也可能会买上房子，但到那个时候，你认为你是女主人吗？那个时候可能您已经50了。他为什么要邀请一位50岁的女人到他们家做他们家的女主人？而且这个女主人还嫌弃他的梦想，认为他说大话，认为他是扶不起的阿斗，认为他对孩子的教育也有问题。为什么？就图您放心啊。所以此刻您要考虑的甚至都不是结婚的问题，而是我应该立刻结束同居的日子。您只要跟他同居，您的钱就得继续贴补一个男人的梦想。他追求梦想没错，但您贴补梦想对您来讲是损耗。您不能实现梦想，您的梦想是我还想嫁人，我还想过安稳的生活，我还想有穿衣自由。你们俩都还没准备好结婚的情况下，保持分居状态的谈恋爱，依然可以见面啊，依然可以孩子你顾不上的时候让孩子到他家里去，你作为女朋友帮你看一下孩子，而不是你们在同一屋檐下。你明白这个吗？孩子如果去他那儿做客，孩子会乖很多，会知道我这是来了阿姨家，阿姨给我做饭吃，他不会认为是阿姨是理所应当得照顾我，阿姨理所应当得讨我开心，阿姨理所应当得像我妈一样。您懂这个了吧？住同一屋檐下的话，他会把他和妈做对比，但如果不是同一屋檐下，小孩对他会稍有忌惮，他也会好管教孩子一些。至于他跟他前夫和孩子的这些事情，你们只要不住在同一屋檐下，你也不用每一次见他都去做汇报了，省了多少麻烦事儿啊！这问题不都解决了吗？所以恋爱继续谈，婚先停停，往后推推再说，不要同居，完事儿。好，我听老师的。谢谢米娜老师，加油吧！啊，赶紧实现自己的梦想吧。当你实现了梦想，很多事儿就好办了。我其实实话实说，感情还行，但是不太看好，因为确实到了这个岁数，他们中年人这个岁数了，每个人可能都有自己务实的那个心理算盘，他们俩这个算盘没打到一起去，是各拨了各的算盘珠子，各算了各的账。你们既然打算盘，现在算盘珠子不能碰到一起，先分开一下，算盘珠子分开，情感不分开。所以我们的建议也很简单了，你实现你的梦想，你谈你的恋爱，跟他谈恋爱，其他的事情放一放。好了，接下来的时间留给你们，一起进入真情60秒。我还是希望他能够多给我点空间，然后多给我点信任，理解我，了解我。我可以说，如果我们再磨合一下的话，也许我会做得更好。我希望你在生活中能脚踏实地，少说多做。
也希望你在心里我是你的第一位，多给我安全感，让我感觉你就是我的依靠。谢谢两位啊！今天出来有一个先决条件，谈恋爱而不同居，在现阶段划清双方的经济的纠葛，给双方更多的一个空间，包括孩子的问题。你们同意这个方案，你们就出来；其他的方案你们也不用出来，因为我们认为这是当下最好的一个方案，好吗？谢谢你们，请回，请回，请回。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节目组唯一的官方报名热线是0223606301，有情感困惑的观众可以来电报名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小心被骗。接下来就看一看这一对情侣会不会接受老师们的建议。来，请开门。哦，女士没接受，还有话说吗？要说吗？我感觉我可能是刚才说话有点，我想回去再看看他。好，谢谢你，请回啊。哎，这个有意思了，是彻底不谈了，还是说我不接受分居谈恋爱，我要谈恋爱就得一定住在一起，还是别的什么？不知道了。